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露露，今年26岁。我和周玉大学时候就开始谈恋爱了，毕业后留在本市，我们两家人开开心心地吃了顿饭，还定下了结婚的日期，一切都水到渠成。周玉是单亲，所以我父母就主动提出不要彩礼，两家人各出一半的首付就行，每家15万。可就在我们看好房子，准备交钱的前一晚，周玉的母亲突然出了车祸，右腿严重骨折，周玉马上就回老家去了，而我父母就默默地凑齐了钱，陪我交了首付。2个月后，就在我们快结婚的时候，我却在抖音上看到王红兰在跳广场舞的视频，这能不让人心塞吗？你妈妈的腿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实在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，就转头问。周玉正在游戏里忙得不可开交，听我这么一问，他在沙发上转了个身，连眼睛都没抬，说还早呢，医生说至少得4个月。那这视频是咋回事？我把手机凑到他脸前，周玉停下手里的战斗，匆匆瞥了我一眼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手指一滑，主页上一堆视频，从周玉3岁的时候一直晒到他研究生毕业，证据确凿。周玉支支吾吾半天，突然拍了拍脑门，这是车祸前拍的呀，车祸能是假的吗？原来是这样，我心里稍微放松了点，但又觉得哪里不对劲。车祸是2个月前的事，那会儿还是春天。视频里王红兰明明穿的是夏天的连衣裙，我瞥了一眼周玉，没再追问，谎言迟早会露馅的，我就等着瞧吧。几天后，机会来了，我被公司派出差，去的城市离周玉老家挺近的。搞定事儿后，我一路打车冲过去，找到他淘宝上的那个地址。天都快黑了，一踏进小区，耳边就飘来了音乐声。广场上，一帮大妈跟着王红兰跳得正欢，脚步轻盈得很，看着哪像是动过刀子的人啊！我随便问了旁边的大妈，原来这舞蹈队从春天跳到夏天，一直都是王红兰带头的，根本就没啥车祸。我心里那个堵得慌，手里的礼物直接扔垃圾桶了，远远地录了个视频发给周玉，手机一会儿就响了。小陆，听我说。周玉急匆匆的，行啊，那你说说看，不是说骨折了吗？不是说要4个月吗？搞个假车祸，你们当我们家是什么呀？我不管旁边人怎么看，一顿猛问。我不是故意的，30万的首付，一人一半也得15万，我不想让我母亲操心。那你直说呀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干嘛非得骗我？你原谅我吧。我怎么原谅得了你？假车祸骗我，你这是不把这份感情当回事儿。我怒吼着挂了电话，回来的路上直接去了我父母家，他们的反应跟我想的一样。我父亲气得拍桌子，说这家伙不靠谱，不能嫁。我母亲也觉得他们在忽悠人。睡觉前，我看了看手机上一堆未接来电和满屏的道歉，回了3个字：分手吧。那晚梦里我跟周玉吵了一整夜，第2天起来头疼得要命。经过早点摊的时候，一阵恶心，我弯着腰在路边吐了起来。突然想起来，我大姨妈好久没来了，这种感觉太熟悉了。大2那年，我们俩刚好，没注意措施，结果我怀孕了，药流没干净，又得刮宫，那种痛苦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之后我们俩就特别小心，周玉每次都会带好保护措施，所以应该不会有事。我心里祈祷，但验孕棒上的红线无情地打破了我的幻想。我就那么随便地给周玉打了个电话，出啥事了？周玉的声音马上就来了，
就想问问你啥时候有空，我得过去搬点东西。我心里那个纠结呀，本来想说的我怀上了，结果换成了昨晚父亲的吩咐，啥时候都行。周玉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沉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挂了电话，我心一横，直接叫了辆车去医院了。躺在手术床上，看着那奶白色的麻药沿着管子流进我的血管，我开始迷糊了。在我彻底沉沦黑暗之前，我心里想的是，要是周玉没骗我就好了。等我醒来，看到的是周玉那张担心的脸。周玉趴在床边，不停地用我的手蹭他的脸，眼睛里还有哭过的痕迹。这时候，病房的门被狠狠地推开了，我父母气冲冲地冲进来。我母亲一看到我，眼泪就哗哗的。你怎么就不跟我们说呢？傻丫头，我非打死你！我父亲一把抓住周玉，一拳头就打在他脸上。看他们的反应，我还以为我得了啥不治之症呢。周玉哭着告诉我，手术出了点岔子，子宫被扎破了，输卵管也受伤了。医生从紧急联系人那儿联系到了周玉，周玉又告诉了我父母，医生说你可能以后都没法生儿子了。周玉看着我，说出了那句残酷的话：哎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呢？我想大喊，但是小腹里疼得厉害，我连喊都喊不出来。我能做的就是拼命把手抽回来。我躺那儿，盯着天花板，耳边全是我心碎的声音。周玉一直在那儿哭着说对不起，小鹿，都是我不好，我该死。叔叔阿姨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会这样。我父亲一把把周玉推到地上，怒吼着：给我滚，离我女儿远点儿。周玉愣了一下，然后站起来走了。但周玉很快又回来了，一声扑通跪在病房中间，坚定地说：我知道我错了，求求你们给我个机会，我要照顾小鹿，用我一生去弥补她。我母亲哭得更厉害了，父亲气得牙都快咬碎了，脸颊抖得跟筛糠似的，最后只能捂着脸坐下来。我在家养了半年的身体，周玉每天下班都得来陪我，照顾我。我总是在想，可能周玉也不是故意欺骗我，只是想顾及我母亲的感受。我就这么自我说服，决定原谅周玉了。然后我们就领证结婚，还办了婚礼。婚后的生活甜蜜得不得了，但没多久，王红兰要搬来和我们住一起了。我们去车站接了王红兰，我准备了水果和提前炖好的鸡汤，想让她好好休息，但她连看都没看一眼，直接从包里拿出一个包着红布的送子观音，放在了我们的卧室里，然后就开始虔诚地摆放贡品，点香、下跪、磕头，一气呵成。卧室里瞬间烟雾弥漫。我掐了周玉一下，他却是一脸的无奈，捏了捏我的手，示意我别计较。晚上躺在床上，我心里特别烦躁。那个送子观音直勾勾地对着床头，越看越觉得他的笑容诡异。我知道王红兰是想催我们生孩子，但是把这种期望寄托在一个佛像上，这正常吗？周玉还劝我说，我母亲也是一片好心，你就别跟她计较了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一口气喝了一大杯水，把想吵架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。算了吧，王红兰刚到，不要吵架。但我显然小看了王红兰。有一天回家，我看到王红兰在汤里撒东西，她好像被我吓到了，赶紧藏起手来，尴尬地笑着说，我再加点鸡精提鲜。我笑着回应，辛苦妈了。但坐下来吃饭的时候，我看到桌上有一层细细的白粉，心里一紧，这绝对不是鸡精。半夜，我拉着周玉在厨房里翻箱倒柜，最后找到一个药瓶，上面写着雌激素。难怪我最近大姨妈一直不正常，原来是被偷偷喂了雌激素。我浑身发抖，
不知道是更气还是更怕。你再不管，我就自己过了呀。我说完就甩手进了卧室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被吵架声吵醒了。一出去看，我发现王红兰坐在地上，哭得稀里哗啦的，抱怨说自己被儿子和儿媳嫌弃了。周玉站在旁边，头垂得低低的，手里还拿着药瓶。这一幕要是外人看到，还以为周玉是要害他妈呢。我忍不住解释说：“妈，我们不是嫌弃您，真的是激素药不能随便吃。”王红兰那怨毒的眼神直射过来：“你懂啥？要不是你不会生，我至于费这劲儿吗？”我一下子就火冒三丈。周玉想过来拉我，我直接把他推开了。我不会生，也是周玉非要娶我的，没人逼他呀。王红兰被我这么一吼，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，等缓过劲儿来，就站起来指着我妈：“那是周玉心软，告诉你，像你这种不会生的，在我们那儿早就让你滚蛋了。那我也告诉你，第一，周玉娶我是他心里过不去；第二，这房子是我父母买的，你没资格让我滚；第三，私自给人下药是违法的，我大可以报警抓你。这次我可没打算让步，我不能让他在我地盘上还欺负我。”王红兰被我顶得说不出话来，狠瞪了周玉一眼，气呼呼地回卧室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接下来几天，家里气氛超级压抑，周玉明显心情不好，总是闷闷不乐的。我开始琢磨孩子到底有多重要，跑了好几家医院，医生说可以试试做试管婴儿。晚上我跟周玉商量，周玉才磨磨唧唧地告诉我，上次吵架后，王红兰就把周玉的工资卡给收了，真是服了。结婚以来，周玉的卡一直是周玉自己管，房贷还完剩下的钱周玉自己花。我是想给周玉足够的自由，结果王红兰给我们来了个断后，我心里默默翻了个白眼，这不是自找麻烦吗？我母亲让你把我的名字加到房产证上，不然她说她不会帮我们还贷款了。周玉就这么转达了王红兰的话：“行，加就加，但得先把银行卡拿回来，咱俩的日子咱俩过。你妈握着咱的钱包，这算哪门子事儿啊？我俩结婚的时候就说好了，房贷还清了就给周玉加名字，所以对我来说，这事儿真的不是啥大问题。但是让我意外的是，没一会儿，王红兰就在次卧开始大吵大闹，声音越来越大。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，总是偏着外人？他那天怎么骂我让我滚的，现在都欺负到我头上了，你还站他那边？我这张老脸受点委屈也就算了，但你的日子还长着呢。不听老人言，吃亏的是你自己。我实在忍不了了，冲出去说：“妈，你来了以后，吃的穿的用的我都给你准备的好好的，我怎么就欺负你了？”周玉挡在我前面：“够了！”周玉突然大吼一声：“你能不能别磨叽了？一点小事儿你能唠叨一天？我母亲就算有错，心也是好的，她怎么会害自己的儿子呢？”我当时就傻眼了，不是因为生气，而是震惊。没想到周玉这种大学生也会说出这种妈宝的话。我不是怀疑咱妈的心意，但是总得有个限度吧？你不觉得你妈太过分了？我觉得过分的是你。我母亲一来你就不爽，你自己想想，你尊重过她吗？你当她是长辈了吗？周玉气得脸都红了。我知道再吵也没用，就转身回卧室了。我瞥见王红兰一脸的得意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我和周玉都在冷战，银行的催款电话打个不停，我的工资又不够，想来想去，我只能妥协，提前把周玉的名字加到了房产证上。这些事情让我感觉到，王红兰并不是婚前那么和蔼可亲，谁知更过分的还在后面。几天后，
王红兰带回来了一个陌生女人。这位小姐姐长得挺甜美的，肚子也微微凸起了。王红兰超级得意地跟我介绍说，这位是她找的代孕妈咪，肚子里的宝宝是周玉的种，今天开始就要搬来跟我们一起住了。这消息猛地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，就愣在那儿。代孕，这也能算代孕？这分明就是出轨加上私生子，好吧？我还在这边拼命治疗，想要个孩子，周玉却在外面出轨，我心里那个怒啊！直接问周玉：“你妈说的是真的吗？”周玉就低着头，不敢看我。王红兰一副老江湖的样子，开始教训我：“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但你自己不能生孩子，我儿子没嫌弃你，已经算是不错了。”我全身都在抖，逼着周玉说：“当初是谁跪地求我原谅的？如果不是你当初骗我，我就不会分手，也不会去做那个手术，也不会有那个意外。你们这么对我，不怕有报应吗？”王红兰站出来，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：“你吵翻天也没用，周玉是独生子，不可能不要孩子。你要是聪明，就老实接受现实，等孩子生下来，你和周玉还是夫妻。”我瞪了他一眼，对周玉吼：“你哑巴了吗？”周玉一脸不高兴：“我错了还不行吗？老人家想要孙子有错吗？小陆，你就当是尊老爱幼，我保证等孩子一出生。”我气得用力给了周玉一个耳光：“无耻！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还敢打人！”王红兰猛地推了我一下：“你不能生，还不让我们找别人生？”看着周玉那副无所谓的样子，我冲进卧室，抓起那个送子观音，狠狠地摔在王红兰脚边，大喊：“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”王红兰冷笑着踢开那些碎片：“让谁滚？别忘了，这房子一半是我儿子的，要滚也是你滚。”我就震惊地瞪着王红兰，感觉自己像是穿越回那个手术的日子，全身冷得跟冰似的，肚子里像是有个搅拌机开到最高档，疼得我连力气都没了。然后我就晕厥了。醒来的时候，我在医院看到我父母担心的脸。我母亲问我：“听你王红兰说，你跟周玉表妹吵架了，吵个架怎么能晕倒呢？”表妹，她那能编故事的本事真是没谁了。没啥，就是有点口角。我回答。我母亲细心地打量我，问：“是不是跟周玉有矛盾呢？他妈对你还好吗？”“妈，别担心，一切都好。”我硬撑着不让眼泪掉下来，挤出个笑脸，让他们放心。我知道，我受的苦他们会更心疼。上次那个手术的事已经够他们难受的了，我不能再让他们心疼。第二天，我出院回到我父母家，一方面是想陪陪他们，另一方面是要考虑离婚的事。王红兰能把情人说成表妹，就是不会承认出轨，我得找证据。几天后，我在网上定制的一个带摄像头的广场舞音箱送到了王红兰手里，当做厂家赠送的。王红兰签收了，试了试，摄像头也开始工作了。监控显示，音箱被放在王红兰的卧室。晚饭后，周玉出现在监控里。要不我去把小陆接回来吧，要是他父母知道了，闹离婚就麻烦了。周玉跟王红兰商量，离婚他也不想想，不能生孩子，谁会要他？再说了，房子名字上有你，离就离。王红兰信心满满地说：“当初你就不该娶她，小陆还行，要不是我，小陆也不会这样。别胡说，这跟你有啥关系？我让你在避孕套上弄洞，也是怕小陆知道车祸的事变卦。谁知道小陆那么倔，非得流产，这能怪谁？”听到这里，我浑身发冷。难怪我那么小心还怀孕了，难怪手术那天周玉哭着说自己不该。原来我还以为周玉是在心疼我，现在回头一想，
简直是离谱到不行。从那场假的车祸，到我没结婚就怀孕，再到那次流产的意外，这一切背后都是王红兰早就计划好的恶行。我深深地叹了口气，靠在椅子上，压抑到极点，我竟然笑了出来。这时候，我听到背后有声音，回头一看，我父亲拿着一杯牛奶站在门口，我父亲的手在抖，牛奶从杯子里溢出来，滴滴答答的弄湿了他的手。刚才发生的事，我父亲肯定都听到了。别跟我母亲说，我直视我父亲的眼睛说。我父亲没说话，走进来，把牛奶放在桌子上，然后转身要走。我得好好教训教训周玉，别打周玉。我拉住了我父亲，我不能眼睁睁看你被欺负。我父亲的声音里带着努力控制的颤抖。别担心，爸。我拿起桌上的牛奶，一饮而尽，对我父亲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。我都想好了，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周玉和王红兰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这几天，我沉浸在父母久违的爱护中，同时我也在留意对方的动向。终于，机会来了。周玉正在跟他母亲讨论工作的晋升问题，3个人竞争一个位置。周玉对自己很有信心。第二天，我父亲打电话让周玉来接我回家。在路上，我主动示好，说我想开了，就按周玉的计划来办，但你得保证孩子一生完立刻让他走人。我忍着内心的反感，轻轻靠在周玉肩上。周玉显然很感动，立刻发誓说：小陆，我保证，我跟他一点感情都没有，孩子一出生我就让他走。我点头微笑，心里却很难过。是的，我真的很难过，难过自己之前怎么那么傻，相信周玉的谎言，结果被周玉算计到现在。到家以后，我主动去客房跟那个情人打了声招呼，叮嘱他好好养胎，周家的后代就靠他了。心里已经做好了决定，一旦计划搞定，我就跟周玉离婚，撒手不干了。那个情人就坐在床上，肚子都带了，脸上那种得意的笑，真是让人看了就来气。我还得装作无所谓的跟他说再见，心里其实早就在笑了。这情人真是蠢到家了，还没结婚就怀上了，还自我感觉良好。然后我还得去跟王红兰道歉，装作一副诚恳的样子。王红兰那得意洋洋的样子，简直就是小人得志，这让我更加坚定了，这种坏透了的老太太，如果不给她点颜色看看，那真是对不起自己。这几天，周玉忙得不可开交，他对这次机会可是志在必得。我就在一旁看着他忙来忙去。几天后，周玉下班回家，一脸沮丧，显然周玉升职没戏了。果不其然，晚饭时周玉就开始抱怨，说肯定是有人走后门送礼了。周玉还说，如果按资历来，那个位置应该是他的。我附和着周玉，一起吐槽老板对他不公。吃完饭，我把周玉叫到一边，跟他说，孩子5个月大了，可以感觉到胎动了，作为爸爸应该跟孩子说说话，互动一下。周玉信以为真，我则去客厅找王红兰聊天，开始讲那些升职过程中的潜规则，还有一些被举报后公正处理的故事。王红兰听得津津有味，然后我又编了个故事，说我当年竞选学生会主席失败后，怎么给教务处打电话举报，让竞争对手下台。王红兰听得很认真，还问我怎么举报。我告诉他的12345举报热线。我知道我已经点燃了王红兰的斗志。记得周玉曾经跟我说过，王红兰就是因为公公和女同事走得太近，给单位写了举报信，最后导致他们离婚的。所以王红兰肯定会打那个12345去举报，她就喜欢这种搞事的事儿。
但王红兰哪里知道，那些所谓的匿名举报，很快就能被查个水落石出。在国家部门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匿名一说，而且举报这事，在这些政府部门是大忌。一旦你去告状，你在上级眼里就凉了，基本上就是职场上的死刑宣告，以后别想再混了。结果没过多久，周玉就被调到了那种没人理的角落办公室去了。这一幕完全是周玉的老妈搞的鬼。吃饭的时候，周玉一脸怒气地把这事儿说出来，看周玉那副快要爆炸的样子，我笑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。早跟你说让你管管你妈，你就是不听，还老说你妈不会害你，现在好了吧？我捂着肚子笑得前仰后合。是小鹿教唆我去告的，她是故意的。王红兰终于反应过来，气得手都在抖，指着我。周玉怒火中烧地瞪着我，我冷冷地回瞪：对，我就是故意的。周玉，你还没搞明白吗？不是所有的好意都叫做好意，有的人帮你是出于爱，有的人帮你那就是控制。真正对你好的人是不会随便干涉你的生活的。我母亲去告也是你挑唆的，都是你的错。周玉气得脸都扭曲了，一抬手就想打我。好在我父亲进来及时喝止了他。周玉，你要是敢动小鹿一根手指，我今天非跟你拼了！我父亲气得眼睛都红了，瞪着周玉。在我父亲的气势下，周玉只好缩回了手。我父亲把离婚协议书砰的一声扔桌上，敲了敲桌子，签了字就给我滚蛋。等等！王红兰挺身而出，这房子现在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想让我们走，得拿出40万，共同个头。房子是婚前买的，首付是我出的，你以为加个名字就变共同财产了？你这是贪心不足蛇吞象，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，房贷我1分钱都不会少给你，但房子你别想拿走一块砖。我父亲声音震天响，一拍桌子。在父亲那种气场下，周玉已经怂了，王红兰还在那儿死撑。王红兰说她不管那么多，只认房产证，还说她有权住这儿。说完，王红兰就直接坐在地上，明显就是打算赖着不走了。父亲差点气炸了，直接冲我喊：你还不快滚！老太太一抬头，挑衅似的：你敢打我试试？我看父亲真的要动手了，赶紧把他推到外面，边劝边说：爸，你知道打人可是违法的，那你说怎么办？父亲气得直喘。放心，我会让他们自己搬走。第二天，我就把房子租给了一帮玩乐队的小伙子，租金才1块钱1个月。签合同的时候，我跟这几个头发脏兮兮、耳朵打了不少洞的小伙子说，作为房东，我就一个要求，就当这是你们自己家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他们有点迷糊，但还是点头答应了，然后开始搬东西进去。我瞟了一眼，看见王红兰坐在沙发上，气得脸都抽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一有空就看监控，看租客和房东怎么斗法，真的看着挺解气的。不到1个月，周玉就受不了了，自己跑去法院告离婚，想卖房子分财产，这正中下怀。第二天，我父母就拿着当初给的首付款证明去法院告我们，说要我们还当年借的30万首付，有我写的借条，有收据，还有写着我们俩名字的房产证，证据链条完整，证明我们借了30万买的共有房产，是夫妻共同生活用的。这官司赢定了，法院很快判了，我和周玉德各还我父母15万。王红兰和老公都傻眼了，我以为房产证上加个名字就能占便宜，没想到还能招来这种霉运。这官司一了，房子才能卖，财产才能分。周玉他们拿不出15万，又不想搬走，
在那帮小伙子的吵闹下，日子过得特别难熬。3个月后，看周玉那边还没什么动静，我父母就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了。这意味着周玉要被列为失信人。周玉的收入除了最低生活费，其他都得用来还债。那点最低保障线的钱，怎么够养活3个成年人加一个小屁孩呀？周玉他们要是不吵架才怪呢。没多久，周玉就给我发信息，约我出来见一面。周玉说愿意一无所有的离开那个家，还特别卑微的求我父母，希望他们能大发慈悲，不要追究那个债务官司了。我能怎么样？只能答应周玉呀。几天后，我俩就在家里那个又脏又乱的客厅签了离婚协议。那个情人早就消失了，王红兰就那么呆呆地坐着，抱着她的孙子，头发乱七八糟的，衣服上还沾着各种脏东西，完全不像以前那么精神了。看到这一幕，我觉得自己真是好险，差点嫁给这样的家庭。毕竟，要是我还留在这样的家庭，哪怕一切正常，生活也不过是另一种折磨。冷静期一过，我和周玉就正式办了离婚，我父母也撤销了官司，还坚持给了周玉5万，那是周玉这3年还的房贷。一切就这么结束了。我又开始忙碌起来，交了新朋友，过上了新生活。1年后的某次同学聚会上，我又听到了周玉的消息。周玉拿了那5万后，买了辆车，结果因为酒驾被抓，关了半年。单位也把周玉给开了。周玉和王红兰最后只能灰溜溜地回到小县城。从天堂到地狱的落差让周玉得了抑郁症，整天不工作，也不出门，就躲在家里。王红兰只能靠捡垃圾来养活他们俩。同学们听完都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感叹说：大学时候那么优秀的一个人，怎么就沦落到这步田地了呢？我还没想好怎么接话，这时候手机响了，是我现在的老公打来的。电话里，老公问我聚会什么时候结束，说要来接我。我笑着说我可以自己打车回去。老公在电话那头笑着说：老婆现在怀孕了，当然得小心照顾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